从台南坐台铁去高雄，我们是从台北一路走下来的。作为国际大都市，台北毫无疑问有着多姿多彩的生活，但对我们来讲，那个城市有点太大、太挤、太贵，雨太多，冬天也有点冷。台南呢，落差呢有点太大，有很多古迹当然是好玩的地方，但是真正长期住在那儿呢，可能舒适度会打折。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哦，那你们应该去高雄看看，那个地方可能刚刚好，是吗？”和台湾的其他城市比呢，到这儿的第一感觉就是路好像宽了，城市也新了很多，感觉这儿不是自然发展起来，而是经历了很好的规划。我看了一下资料，确实也是这样。实际上，从日治时期就开始规划这一片了。上一集我们讲台南的城市比较陈旧引起了很多争论。很多人说就喜欢这种历史感、古早味，我也喜欢这种风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建的社区呢可以没有规划，完全自然生长。在很多这个私有地权的国家呢，也有很严格的城市规划 ，Master Plans 和 Building Code。详细规定建筑的容积率绿化率建筑风格的控制，还有这个建筑离着街有多远，这些详细的细节。而且这种规划是通过当地的议会立法并强制执行的。我想在台湾发展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可能缺乏了这个规划这个环节，这可能是台湾很多城市显得比较旧、比较乱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是在爱河湾边的 Focus 13珊瑚广场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里边，这个咖啡馆叫做弗拉咖啡正对着海湾河对面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高流，这必须是来小坐一下的地方。开盲盒了，给疲惫的生活加点甜，加了点这个坚果，这是法式的榛果，就是黑佐纳，这都是台湾的精酿。带一个梅子粉，就又甜又酸又咸的粉，然后可以放进你的梅子粉放在啤酒里，味道不错。小点以后呢，我们沿着海豚步道路过高流，去看那个旋转的大港桥。这儿停着好几艘海巡署的海洋巡逻船，碰到了一组环骑台湾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是大陆宁夏过来的。天气非常好现在的温度大概是摄氏22、23度左右。我们待在这儿的几天呢，每天都是这样，而且阳光灿烂，还有点小海风。气候上来讲呢，每年11月到次年的4月，这是特别适合旅居的时候。可是5月份到10月份，也许你就得换一个地方了，因为高雄呢就会变得又热又湿，据说是全台湾最湿的地方。当然有很多高雄的朋友并不这么认为，所以这一块比台北肯定是更热了，更潮湿，是不是？也不会，高雄的话比台北好，就是高雄因为毕竟海港嘛，有风，是吧？比较不会那么闷的。那台北是盆地，比较就所以就聚集在那儿。对。我们当地这个朋友呢讲，这个高雄夏天比台北还舒服，事实情况是这样吗？欢迎在下边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体验。到哪啦？晃悠的，这还有很多海上玩的东西，水上玩的东西。丽丽呢特别喜欢水，她一见到海湖她就特别兴奋。所以说不出意外，将来我们旅居结束定居下来的时候，极有可能是在水边的一个城市。好，现在这个大港桥开始转了。这个大港桥呢，每天下午3点的时候都要开闭一次，到了周末呢，就星期五到星期天呢，晚上7点还要再加演一次。建这个旋转桥呢，一开始是为了让这个内港的一些船只能够出来，但是后来呢，这个设计上出现了改变，这个船呢都干脆都停到外边去了，所以说里边根本就没船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桥的旋转呢，完全是为了作秀，完全是为了给游客看的。旋转一圈大概要花费5分钟。这位帅哥呢，他的祖籍是山东泰安，认了一个老乡。旋转桥对面就是著名的 Pier 2博二艺术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体现出高雄的那股潮劲儿英文叫 trendy。这些大仓库呢是1973年建起来的，当时是为了装卖往日本的香蕉用的，但是香蕉贸易也就持续了将近7年，到了1980年呢，整个仓库就都已经荒废了。
直到过了2000年，高雄市政府才又发现了这块地方啊，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文化创意园区。这有柴，这有树，这德贵子。我跟你说，总而言之呢，种好东西都集中在这块儿，就是这叫什么？这叫救生圈一带，这叫博尔大公仔啊，是园区的吉祥物。这位和尚先生也在这儿做视频吗？这里点赞。你看这空调多 cute， 把这个艺术区建在这个旧仓库里啊，确实是符合这种工业风的后工业风的这种风格。台湾 cute 可爱文化呢，我发现非常盛啊，这个跟日韩有一比。这个仓库区确实是改造的非常的成功啊，非常有这种韵味儿，艺术家的气息。哎，如果我在这儿旅居呢，我会经常到这来玩的。可能你每次来都会发现一些小惊喜。这儿你看啊，墙上有好多这个小窗，设计了一个小房子，你看看啊，又有树，叫什么蒸笼店，都是一屉一屉的蒸笼。我的天哪！这是高雄的环城轻铁啊，它穿过博尔艺术区，走在绿绿的这个草地上啊，这本身就像一景。环城轻轨啊，一共22公里，38站，票价是30新台币，可以用悠游卡来付啊，很方便。我们坐了车就围着这个城市转了一圈，也拍了视频。我找时间会专门来做一集啊，我少说话，主要让大家看景。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台湾城市哈。饿了啊，我们这个酒店下面有很多这个小吃摊儿啊，这个肉饼做的是非常诱人的。馅儿饼35新台币啊，这个大个的手抓葱油饼呢40，相当于1.1或者是1.27美元一个。丽丽买了4个。外边炸得很酥脆，里头呢有洋葱，好像有一点点韭菜肉，确实很鲜啊。这个做的他说这个平常还排队呢。馅儿很大，对，旁边那个卖水果的跟我说，平时周末都排大长队的，今天只不过人少。酒店旁边卖生煎包的也很火呀。水平高一点。你看有很多人在这儿排队啊。就这么一锅一锅的出，这么长的队得等到什么时候？哦，这样。他们也在炸一种饼啊，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把油给去掉。太多了油。在高雄的这个酒店旁边有一个水果摊儿，其实这地图上都有哦。这个夫妻俩特别热情，我们第一天来就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所以我们现在都跟他成了朋友了。每次从那儿路过，买点他的水果，尝了新鲜的哈。这是我第2个最爱吃的台湾水果，这叫释迦，特别好吃，特甜。你知道吃的味儿啊，就有点像柿子，比柿子又软一点，但是就那种甜的那种沙劲儿。我以前吃过，而且每次他给我们推荐的那个旁边那家的那个煎叫什么？馅儿饼啊，我们那天晚上着急吧，就吃了哈，还挺好吃的。然后吃煎饺子，又吃煎饺子，又吃了他推荐说一个苏式，但是今天没开。总而言之，其实感觉跟他们交朋友很容易的。他们这人都这样，好像都文文尔雅的，对吧？人家说了，就是说二跟百他的，你比如说跟国内的比啊，或出租司机跟国内的比，那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不是文化人呢，都还反而是相当的，都大陆的文化人也是不错的，对，受过教育还是不错的。对，但是以前做生意的跟游做客接触的生意的这些人呢，出租车司机啊。
不急不躁，不，这就是说全民，人家就说，非常有礼人家高晓松昨天我听那劲儿就是说了，你看这一半一半的，这个劲儿真有点像那个，真有点柿子，但是比较又有点软，有点沙的那种劲儿，特甜啊。这次在高雄呢，我们是住在丽欣酒店不二爱河馆啊，这个位置非常好，还可以走到主要的刚才我们去的那些主要景点啊。这次我们变了一种玩法啊，以前我们每天晚上都找$100左右的酒店，这次呢，我们听说是高雄相对生活成本比较低嘛，所以说我们想试一下比较便宜的酒店。这家每天晚上打完折以后呢，$50，这绝对是我们这次台湾之行的最便宜的一家了，看看究竟怎么样。这点钱还包括早餐，我们这次看我们第一感觉啊，这够花哨的，这是我们住过的最花哨的一个酒店了。天哪！先去看看这个公共空间，哎，这酒店有个公共空间，那你看这个有些家庭在这儿玩，这有些免费的饮料，乱七八糟的东西小点，这里还有一些沙发，很多西方人住在这儿啊，有一个西方的帅哥在那儿做视频呢。其实我们租的这个房间还算最贵的了，这个酒店还有单租床位的，就像青旅那样。刚才那个前台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啊，这个房间呢也算干净。那这个网上 review 很好，这也是我们选择这的一个原因。你先进来。还好嘛。卫生间呢？还挺新的啊，你别说，这重新装修过了，还有tub呢。还有tub，既有淋浴又有浴盆啊，这个级别的酒店里少见啊。这$50很值啊。早餐呢，绝对谈不上惊艳啊，但是呢，也是 decent。说不上好，但是也可以，也可以。菜种主要是我觉得咱们想吃的菜很多，肉呢有这个肉少，种类少一点，多的水果也少，也没有说现跟那儿给你摊饼啊什么的，也没有各种什么那个就是现做的面条，甜点也少。但实际上对甜点也少。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啊，我就觉得我都不行了，腰围都粗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得控制啊。其实有的时候出去这个餐，这个自助餐或者不是就是酒店包早餐的这个哈，一是方便是好，但是不要种类太好，不要种类太多，尤其是不要包晚餐。这类平价酒店的一大好处呢，它就是都有这个洗衣房，自助洗衣房哈。你看这有很多洗衣机，这还有美式的大型的烘干机，哎，这一点我们也特别喜欢。今天是个工作日啊，其实街上的车真的很少。这河叫爱河是什么时候得名的？从那个日本时代，日据时代就叫爱河。对，这个就是爱之船。在我们的左后方，哎，这个就是爱之船。对。它就在我们搭船的前面大概200公尺左右的地方哦。对。在码头碰到了一个年轻的时候就从大陆嫁到了台湾的美女啊，感觉好亲切。你老公请我们喝当地的弹珠汽水，就打开了话匣子，一拉1个多小时。这几天我们感觉高雄的物价确实是比台北啊其他的地方要低一些，但是 reality check， 像我们一样一对外籍的夫妇每月要花多少钱能在高雄长期旅居呢？我看到有一些北美的 YouTuber 讲呢，每个月至少需要$18,000，也就是说合新台币大概57000。当然这说的不是玩命省钱的那种啊，这是相对舒服的生活。这个数字准确吗？欢迎台湾朋友给我们留言。